轉傳的，相信的就是什麼中共同路人嘛，直接攻擊耶，他切割嘍。這件事情上不站他這邊的就不是他的觀眾，在這件事情上最無辜的是阿公，因為大陸人根本不認識蔡阿嘎。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蔡阿嘎最近很屌，等下 AI 直接生成一張，看会不会比老板還好看。随後蔡阿嘎說用 AI 生成的人像畫長這樣，接着再要網友投票誰獲勝，這舉動在網絡上燒了起來。蔡阿嘎緊急回應，認為是比較這件事情有疑慮。其實比較這個動作對於藝術家或是創作者來說，本身是一個冒犯，這是非常不禮貌的。最後也謝謝大家理性的提醒，人類的創作才是藝術的本質，這點是永遠不會被取代的。沒有，你知道最猛的是他後來又上了一片。從頭到尾這個事件，我擺明了就是在稱讚畫家。这個不就都擺明了嗎？有時候不尊重羞辱，我羞辱他了什麼？來3個箭洞，你分析看看，你3篇有沒有好好的看完？我說是畫家畫的驚嘆號，很帥，表示什麼？我喜歡，我就他贏了嘛。旁邊後面兩個小朋友笑得多開心，你沒看到嗎？看不出來，媒體識读能力很差，為了酸的酸，為了黑的黑的嘛。會相信 Recall China？ 你以為寫了日文的新聞就是日媒哦？你不讀書，快去 Google 一下这 Recall China 的維基寫什麼？它就是個在日本專門報道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日語新聞網站吶。它後面誰？老闆是誰？透過2間中介公司跟中國共產黨保持聯繫，在政治跟外交問題上與中國政府的觀點保持一致啦。阿彪愛啦，你們這些轉傳的，相信的就是什麼中共同路人嘛？你們是中共同路人嘛？要講什麼？你要講什麼？嚴重懷疑就是我前陣子在講什麼？中國是敵國啦，哎啦，美宋了嘛，美宋了嘛，小粉紅心碎滿地了嘛。第一個他剛刚那一段，我心裡只有個想法，阿波利些丢搞。当然我知道被誤會的人都會很激動，但是我看到了8種的既視感。你要憤怒，我可以理解，但是我覺得還是要把邏輯，在憤怒的過程當中，還是要把邏輯給梳理清楚。就我所看到他釋出的影片，他的第一個，他說本身拿來比較這件事情是冒犯的，是不禮貌的，沒了。我知道我的行為冒犯到你了，但我們要跟你道歉啦。我剛剛聽完之後，我就覺得，要麼他邏輯不好，要不然他就是不想道歉。他是心不甘情不願的被人家罵了之後，他才只好講說，我知道我這個行為是冒犯的，其實不應該拿來比較。然後嘞，那你有沒有道歉？沒有。大家好，我是蔡阿嘎。這幾天因為我的一些言論和後續的回應，引起了很多討論，也讓不少人感到不舒服。我想利用這支影片，親自向大家說明，也向受到傷害的所有人致歉。我也想為自己在後續的回應時情緒控管不夠成熟，以及用過於簡化的方式去看待不同的意見，向大家道歉。我因為一時的情緒，把不同的聲音簡化成某一種立場，甚至貼上了標籤，讓真正的討論失焦，也讓許多只是提出不同看法的人感到誤解。這是我處理不夠成熟的地方。這次的事件也讓我學習到，身為一個長期創作的人，我更應該要學習分辨什麼是善意的批評、不同的觀點以及真正惡意的攻擊，而不是用情緒去回應。未來我也會調整自己面對爭議時的溝通方式，會用更成熟、更負責任的態度跟大家交流。未來我會更加的審慎面對每一次公共發言，會更尊重不同的文化、不同的領域專業，也會用更冷靜、更負責任的態度來回應各種意見。最後再次向所有受到這次影響的人致上我最誠摯的歉意。第二個是因為那個所謂被他稱為披着紅莓的外衣的日媒，只要我轉發，我就是中共同路人。好，只要你拿 iPhone 手機，你就是中共同路人，因為所有的 iPhone 手機是哪裡？對 ，Made in China。你只要身上穿的任何東西，只要跟中共有相關的，你都是中共同路人。我覺得就是这個論點嘛。今天這個媒體有沒有特定色彩，大家可以討論。對，但是你喜歡叫通殺，這我們常常講就是通殺啦，寧可錯殺100，也不願意放過一個。只要用這個行為，你只要有做到這個行為，你就是中共同路人。這種簡單粗暴的2分法，就是他們這些人能夠想出最好去說服別人的論點，但是往往他是最粗暴的，最無知的。包裝成日媒的紅媒，你就罵成這樣；那包裝成一般媒體的黨媒，你為什麼不罵？自由時報啊，
他算是台灣第一代的元老級 YouTuber 啊，他也算是第一批享受到 YouTuber 流量紅利的網紅。這一次蔡阿嘎的道歉，尤其我覺得後面那個道歉影片是根本就是虛心假意嘛，对，根本就惱羞成怒啦。那我覺得某種程度就是他自己也知道自己在前一個那個道歉事件他站不住腳，所以他只能把它政治化。可是他也必須這樣做，因為你看他把這個東西扯到什麼小粉紅，扯到紅媒什麼之類的嘛，上升到政治。對，為什麼這樣做？因為你仔細去回顧蔡阿嘎這10年來在 YouTube 上紅起來的歷程，他常年就標榜就是愛台灣。對，他從一開始為什麼他可以很快的幾十萬破100萬訂閱，然後一直衝到100多萬、200萬，他這10年來打的招牌就是愛台灣，他吃了很多的政治紅利，就先不論說他就是你剛剛講到他進總統府跟蔡英文這件事情他其實在更早，比如說在桃園捷運機捷那件事情，貼滿了那個蔡阿嘎他兒子的蔡桃貴的那個照片嘛，然後那個標案是790萬。免費送給蔡阿嘎，他沒有出錢他其實沒有出錢因為一般民眾看了就很礙眼嘛。我去搭一個機場捷運，然後看到處都貼滿蔡阿嘎他兒子的臉，又醜。我沒有無意批評人家小孩，但是你家小孩真的長得沒那麼好看。OK， 好，就矮耶，就是你媽，你去搭個捷運，你要去搭飛機的路程中，我今天本來開開心心要出國旅遊，然後就看到坐捷運看到一個醜小孩一直在個門堂穿堂的搭柱子上，每一根柱都貼着這個醜小孩的照片，我就覺得天哪，我開開心心出國旅遊的心情就被毀了然後我就覺得，但我可能我不知道那是誰的小孩，我只覺得莫名其妙。來看新聞才知道那就是蔡阿嘎他兒子而且他還不花錢。然後當時桃園機捷公司怎麼回應？我們請蔡阿嘎宣傳的廣告效益超過了800萬。你宣傳了什麼？你宣傳了他兒子的臉，那他就正常的請他代言就好了。那就請他代言就好，你可以付他代言费，对，都可以。你为什么要把國家的門面貼滿了他家小孩的臉？官宣一下官方立場，我不對任何的孩子進行審美觀的任何的批評。我唯一覺得那個機場捷運事件比較噁心的事情是，他說爸爸幫你實現願望，幹是全民買單，屁事啊！所以某些時候我就看到，不只是蔡阿嘎，或包括像呱吉也好，就這些人这些網紅，有時候你就會覺得說，這些人現在還在活動那當然他這個賺得盆滿缽滿，然後各種經紀代言、廠商業配什麼的，但是你總會覺得說，其實他的內容、他的作品放到現在這個台面上競品這麼多，為什麼這個頻道有100萬、200萬的訂閱啊？為什麼？就你不懂我不懂，我不知道是我們的品味跟人家不一樣，還是怎麼樣 ？I don't know， 我沒有要批評人家品味，我批評是那些網紅我批評是那些網紅江郎才盡。但是他們有一些人可能承認自己過氣了，所以他們有些可能紛紛轉型或做一些比較保守型的一些內容，或者說就過着自己的平穩的日常生活那就純粹跟粉絲分享。我覺得這個心態就是好的。可是有一些網紅，他們就不承認自己過氣，然後他們持續還以為自己是頂流的網紅，所以就算他們惹出爭議、犯了錯，然後被社會批評，他們也知道我好像被罵了，可是我心中其實沒有真的認錯。然後他們就想辦法，尤其是這一批用凹的，尤其是他們嘗過政治紅利的甜頭。我這樣講啦，巴囧早年也不是做政治的，他是某一天去罵中共、罵小粉紅，然後突然得到流量，他就發現說哇，這個是一個流量來源、流量紅利，他就上癮，不斷的拍這種去批評中共、去跟小粉紅對槓的這種影片，一片一直拍，然後越拍越偏激，然後把自己的標籤都貼滿了，最後他就定型，他就回不去了。但總之就是說，他們一開始處理也就是我不聽，你們都是酸民，所以我覺得今天蔡阿嘎的狀況是這樣，他也不會死。他已經有個基本收入，你做久了都有一些自己的生存之道。可是你有沒有辦法再繼續往前走，再往前進步？也許你不見得是訂閱的增長，也許你不見得是流量增長，但是你能不能變成一個更好的人？而且你不是只是純粹的透過為了尋找流量而尋找流量，而是透過你可以依於你的本心去尋找流量。那我覺得這是兩回事。我覺得這裡面進步最大的是誰？你知道嗎？是鍾明軒。當你貶低了創作者本身的時候，那未來就不會有更多創作的成品，那在藝術裡就不復存在。那人類為什麼要藝術呢？因為藝術是人類在整個發展的歷程當中，它一個相對來說來展現人類不同於一般動物的存在，也是呢讓人類的精神層次呢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的升華。所以
其實從對藝術的鑑賞態度來說，你可以看得出來人在藝術的涵養這個層次。當然，你重視你可以說高，不重視你可以說低啊。簡單來講哈，你要菜其他畫給幾丟50塊買塞，這個是隨個人的。不過你個人自己去選擇是這個樣子。更重要的事情，他前陣子呢，跟另外一個 YouTuber 槓上了。另外一個 YouTuber 是誰呢？來給大家看一下，他是住在日本的一個 YouTuber 哦，他主要就是評一些書籍啦。4月的時候，蔡阿嘎推薦日本景點超爛，但你知道，如果你的訂閱量不夠的時候，就被人家覺得你是來蹭，你是來碰瓷的。東京有什麼好玩的？就參考了人氣網紅蔡阿嘎的東京旅遊書，然後阿嘎不爽了。大家好，我是大尾游主播多米多摩拉，这是在千叶，不是在东京啊！你前面加個東京迪士尼是三小啊！別企業，你們這些大企業花大錢找那些超大咖YouTube，也不找我這個哈！東京最大尾的游主播多米多羅拉哈！這件事確實讓有些人認為說，你這個回應是不是有一點小家子氣？你作為一個大 YouTuber， 結果呢？嘎家軍，我自己是知道就這個東西，他竟然呢在內部群組上面下令嘎家軍啊要出征啊！人員注意，正式開戰！針對被惡意扭曲、無限上網的言論，我們必須正式聽4大戰場貼給大家，正式全面反擊，IG、FB、YouTube 全部出征，而且呢還有什麼？還有新兵守則哦。嘎哥就是規則，不服紀律者叫你滾就滾。嘎哥看不順眼，說刪就刪，不給你解釋，不給問原因。軍的人是眾多，請大家控制發言量、貼圖量，講太多關緊要的屁話直接踢。我的天哪！你如果說政治人物養網軍就算了，現在竟然網紅都把自己粉絲變成網軍哦，不可思議！而且這個人叫不用懷疑林北嘎哥，竟然在內部群組講這種話。所以是以嘎為生嗎？嘎個是嘎的，太誇張了。8+9，心智還停留在以前啊！什麼8-9應對邏輯輸不起，還自以為上得了台面哦？給民進黨借一點9千萬網軍不就好了？這該不會專業是網軍聽到是堅持的吧？中國嘎家軍昨天號召青鳥，今天組團嘎家軍，生意大到可以養網軍哦！民進黨青鳥水準不意外啊！我的天哪！你有看到那只鳥嗎？的確這個，他剛才的狀態確實跟這個蠻像，蠻像。啊，真的蠻像的。然後呢，馬上就又上了新聞了。蔡阿嘎下令社群成員開戰酸民，內部對話流出啊，嗆叫你滾就滾。好，嘎個護衛軍啊！各大族群來這個，然後你知道，然後馬上被人家流出來，有沒有？笑死蔡阿嘎根本40歲老屁孩，在群組裡面全員注意，正式開戰！來教大家怎麼在脆上吵架，不要講什麼道理啊，反正只要極盡羞辱、人身攻擊、亂嗆亂臭就夠了，下去就丟臉吶！發什麼爛文，你是人生也是蠻失敗的，放心，反正也告不成，不要騙小孩子。脆的風氣就是講，沒有人在認真討論辯論，謾罵就對了。太誇張了，林北嘎哥親自教你什麼要叫脆吵架，他這是勸人為惡，太誇張了哦，太誇張！因為今天為什麼蔡阿嘎到這裡真的是讓人家完全看不起？你為什麼要勸人為惡呢？你作為一個大網紅，你作為一個有這麼多粉絲的人，你勸人為惡，你這是對的嗎？我覺得這是很不對的一個事情哦，非常非常不对的事情。對吧？然後我跟你講，最好笑，記者去問蔡阿嘎，他說：“是的，是我本人。”什麼東西？他真的認了。正確訊息要靠嘎家軍擴散。可是他說會罵人呢。對啊，你自己不要打你自己臉嗎？你有沒有正確啊你啊？你說亂嗆亂竄，不用解釋，不用講道理。你叫你的嘎家軍不要講道理，亂嗆亂臭。結果你跟人家說：“我這個正確的信息要靠嘎家軍擴散，讓我也加入了這個對戰，這已經103萬了耶！完了，沒救了，這一波燒爆了。他現在唯一就是認錯道歉，最佳就是道歉修正行為，第二就是裝死，假裝道歉但沒道歉，
他其實是選擇第2條，但最糟糕的是第3條，不但呢不認為自己做錯，而且還大加批評所有反對他意見的人，覺得自己的意見是天下無敵的意見。這相當於是你自己以為自己才是唯一的聲音。什麼是網紅？大家因為你被喜愛，大家很多人喜愛你，所以你成為網紅嘛，你成為所謂的網絡的 KOL， 你成為那個博主，是因為大家喜愛你。可是大家喜愛你的原因是什麼？因為你貼近大家的喜愛。說起來有點廢話文學，但這是實際就這樣。大家喜愛你是因為你貼近大家的喜愛。一個人的主觀意志要能夠因為什麼事情而改變，那是不容易的，他需要長久的相處。那蔡阿嘎就是精準的卡中這個點，這些人槍在手跟我走，信阿嘎得永生，所以他就敢於如此的囂張、興風造浪，而且跟着主流的聲量對着幹。大家認為的社會是有一定的公共認知標準的，我們把它稱為一個公民意識的一個情節。但是他對着幹，因為他覺得他有嘎家軍，而且甚至下令怎樣？下令不擇手段，這是很可怕的事情。那代表他膨脹了，他以為那一些吹捧他的人就是這個世界的全部，恰恰相反。其實我一直很疑惑，就是為什麼蔡阿嘎要很快速的把這個議題轉到政治？对，事後拍了一片嘛，大象中共同路人，他就講說，第一個去講所言上的這個報道是來自於日本的哪一個媒體，而這個媒體是中國的。說他的背景是中共，有中資所以他就是中共同路人。所以呢，你們這個如果拿這個東西來修理他，你就是中共同路人我是不知道他那個反應為什麼要這麼大因為一般訴求青鳥護體。可他有嘎家軍啊，有將近1萬的嘎家軍啊，嘎阿米耶。不是，因為我會覺得你反而是擁護嘎個，沒有，因為你反而這樣子是把政治攪進去了。本來很多人根本看你的影片是跟政治無關的，而且我必須說，蔡阿嘎是有在國民黨工作過的這你不知道對不對？這個真是秘辛，來說說。他自己拍過片啊，他說過啊，他在國政基金會裡面工作過啊，他當這個員工，就國民黨智庫啊。他那個時候還沒有當網紅的時候啊，就是我記得他原本是社工嘛，還是什麼勞工，還是勞工什麼勞工關係類似這種，反正他就是他大學研究所剛畢業的時候，曾經一度到國民黨的智庫裡面工作。他是做勞安的嗎？我不確定，反正他就是類似這方面的，類似什麼研究員，類似這種職務啦。是，反正呢，所以他不會不清楚政黨跟這個關係，當然他後來有，所以他是有一些政治 sense 是這樣來的吧？他花了很多的力氣在經營所謂的，其實他真正爆紅應該是從那個叫做他用棒球對，然後去打爆老共打爆中国就爽啊，怎麼樣啊？所以這是愛台灣吶，就是說他去經營這種所謂的那個愛台灣這個符碼不斷的辯證他因為畢竟資深的網紅，他經歷過好幾次的 YT 的這種不同的挑戰，那到最後他能夠變成親子網紅，太太也開了一個這個什麼哈哈 baby 的親子的品牌啊等等的，就是他不斷的再去做這個變化，然後包括這個現在他的團隊裡面，像其實我在想啊，有一種可能是因為他今年他本来好不容易認真要去角逐那個走鐘獎。你知道他還特地最近拍了一系列，就是說他讓他的團隊去抽籤，要去報哪一個走鐘獎的影片，哪一個項目，然後要去認真拍出了好的東西，什麼還去登山的啦，有什麼樣的有不同的品牌的不同的主題的。那我在想，有可能是因為他不希望這次的限動的這個事情去影響到他們本來在規劃的一些事情的那個，所以就其實我不是很懂他這個操作，我一直都覺得很奇怪，為什麼硬要把往政治上，人家說這叫災難級公關表示，這個跟上次自欺欺欺操作差不多了。但是如果你本來就是跟政治有關的，你才可以這樣操作。對，自欺欺欺至少他會有神功護體，就是青鳥會幫他，因為他本來就青鳥頭嘛，就是他本來吃的就是這一塊。可是蔡阿嘎沒有，蔡阿嘎後來有很長一段時間都在吃什麼親子，所以當然你往政治裡面打那些政治圈的網軍或者說KOL， 對，就會跳出來對付你，因為你要站邊，你要站隊，我就跟你站。這我講，在政治圈有太多人想要蔡阿嘎的流量了，太好了，所以你要下來，我一定跟你站。